奔驰卖的车型比所有其他豪华品牌加起来还多，轿车、SUV、跑车、敞篷车、电动车，甚至还有一款看着就跟军用装甲车似的，车型多的简直让人眼花缭乱。说实话，不仔细看都分不清谁是谁。所以今天咱们就把奔驰每一款车都捋一遍，从最亲民的到最顶级的，跟你说清楚每款车是啥定位，多少钱，适合什么人开。走，咱们一辆一辆来看。要说奔驰最便宜的 SUV 是啥？那得是 GLA， 它家个头最小，起步价差不多 4.3万多。说白了 ，GLA 基本就是个底盘加高的两厢车，就挂了个奔驰标，咱可没说它不好啊。你看它用的底盘跟奔驰在美国已经不卖了 A 级轿车是同款的，就因为它留下了。为啥？大家就喜欢那种做得高视野好的车，动力是 2.0T 的，能爆出221匹马力，开起来这劲儿绝对够用了。内饰那块同价位里没几个能打得过它的，那个双联屏和 MBUX 系统跟贵一倍的奔驰豪车是一样的。你要是还嫌动力不够猛，还有 AMG GLA 35，马力能干到302匹，还带4驱，更带劲儿。所以你就把 GLA 当成是奔驰 4S 店的入门券就行了。车小点相对便宜，让你也能先把脚迈进奔驰的大门，体验一把大奔的感觉。下一款要说的是 CLA， 起步价大概44400美元。CLA 这车属于紧凑型轿车，但车顶是轿跑设计，车尾溜背特别明显，看起来比之前停产的 A 级还要运动不少。它现在接替了 A 级，成了奔驰在美国最便宜的4门车。发动机用的还是那台 2.0 升涡轮增压4缸机，内饰也继续搭载 MBUX 系统，操作起来挺顺手。不过要说厉害，还得是 AMG CLA A45S， 它居然能从 2.0 升发动机里压榨出382匹马力，直接成了目前市面上最强的量产4缸车。如果你刚工作不久，想入手一辆3叉星辉，又不想背上6位数的贷款压力，那 CLA 真的值得你认真考虑一下。比 CLA 再贵那么一点点的是 GLB， 起步价45800。你眯起眼睛瞅它 ，GLB 活脱脱就像个缩小版大 G， 方方正正，有棱有角，开出去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但它最厉害的地方是能选装第3排座椅，这样一来 ，LB 就成了奔驰唯一一台紧凑型车，还能硬塞进7个人。当然啦，第3排最好还是留给小朋友或者特别能凑合的大人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有总比没有强。对 ，GLB 和 GLA、CLA 用的都是同款发动机和底盘，熟悉又划算，不用多花冤枉钱。再往下就轮到奔驰家族里的当家花旦 C 级了，起步价48450。很多人一提到奔驰轿车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。现款 C 级长得就跟小号 S 级似的，这可不是巧合，奔驰就是故意这么设计的。现在全系 C 级都配了 2.0 升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，还带48伏轻混系统，能输出255匹马力，开起来特别顺，内饰全是高科技，外观也一看就高级。但真正让人惊掉下巴的是 AMG C63 SE 性能版，它用的竟然还是那台 2.0 升4缸机，但加了个后置电机，综合马力直接飙到671匹。一台4缸奔驰愣是压出快700匹马力，这事儿让那些迷恋老 V8 的铁粉们到现在还气得直跺脚。可数据就摆在那儿，不服不行啊！和 C 级价格差不多的就是 GLC 了，起步价大概49250美元。这车可真是奔驰 4S 店的摇钱树，卖得特别火，可以说是奔驰家族里最畅销的一款了。它是一款紧凑型的豪华 SUV， 直接跟宝马 X3、奥迪 Q5 竞争，但一点儿也不输阵。内饰风格跟 C 级很像，坐进去就感觉挺高级的，开起来质感也特别棒。如果你对新能源感兴趣，它还有个插电混动版 GLC 350E， 纯电续航能到54英里，日常通勤基本够用。要是你喜欢更运动一点的外观 ，GLC 还有轿跑版，带个溜背车顶，造型更帅，起步价大概59300美元。最顶配的就是 AMG GLC 63 SE 性能版，用的是和 C63 同款的4缸混动系统，动力超强，放在 SUV 上也能爆出671匹马力，开起来绝对带劲。要是你特别想买辆双门车，那奔驰 XL 轿跑版真的可以考虑，起售价58000美元。这款算是奔驰比较新的车型了，一出来就直接接替了原来的 C 级轿跑和 E 级轿跑，尺寸和定价也正好卡在它俩中间，定位挺准的。入门版的 SCL 300马力有255匹，平时开上下班通勤完全够用。不过要说更带劲的，还得是 CLA 450 3.0 升涡轮增压直列6缸发动机，马力拉到375匹，0-100加速只要 4.5 秒，开起来是真的爽。现在市面上正经的双门豪华车越来越少了，但 CLA 还在坚持做这种经典车型。如果你还喜欢敞篷的感觉，它也有敞篷版可以选，起售价大概66000美元，特别适合就爱那种风吹过头发的自在感的人。
接下来咱们聊聊行政级别的车，E级轿车，这车起价是62450美元。几十年来，它一直是奔驰里最经典、最有代表性的车型。现在这代 E 级轴距比上一代还要长，后排的腿部空间宽敞到甚至能跟一些全尺寸轿车比一比。科技配置也特别亮眼，你可以选装那个 M-Box 超级大屏，屏幕一直延伸到副驾驶那边，看着特别爽。另外还有 E 级全地形旅行版，起步价大概76000美元。它是在 E 级旅行版的基础上，把悬架调高了，加了车身护板，还标配了全时4驱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一台豪华旅行车。就算你开着它走那种去滑雪场的土路，也完全不在话下，轻轻松松就搞定。GLU 的起步价是62250美元，属于中型豪华 SUV 的定位，和宝马 X5 可以说是直接对标的产品。它还可以选装第3排座椅，实用性很强。而且如果你对新能源感兴趣，也有插电混动版本可以选。发动机这块选择非常丰富，从搭载轻混系统的4缸机型一路往上走，一直到顶配的 AMG GL63S， 用的还是手工打造的 V8 发动机，马力高达603匹，性能非常强悍。如果你喜欢更运动的造型风格 ，GLU 还提供了轿跑 SUV 版本，起步价大概在77000美元左右，造型更流线，风格也更个性。再往上走就来到 GLS 了，这车起售价89200美元，奔驰直接管它叫 SUV 中的 S 级，档次感一下就上来了。标配3排座椅，最多能坐下7个人，车里空间特别宽敞，跑高速的时候质感也绝了，稳得离谱，开长途一点不觉得累。第2排还能选装那种独立的航空座椅，舒服得很。第3排就算坐成年人也完全够用，一点不挤。要是上到 AMG GLS 63，那就更猛了，搭载手工打造的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，能爆发出577匹马力。你想想，这么猛的机器装在一个快赶上小公寓那么大的车上，听起来离谱，但开起来是真带劲。从0加速到60英里每小时只要 4.2 秒，要知道这车将近6000磅重啊，这加速简直有点违背物理常识了，有没有？如果你喜欢这类车型的内容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频道哦，每周都会聊这种实用又有趣的汽车干货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6位数售价的世界了。来看这台奔驰 SL 敞篷跑车，它的起步价是111950美元。这车特别在哪儿呢？我告诉你，每一台 SL 都是由德国 AMG 的团队亲自操刀，全程独立研发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是纯正的 AMG， 可不是那种简单贴个标就完事儿的普通奔驰。那性能到底有多强？咱们从入门版说起 ，SL43， 别看它只是个4缸，马力足足有416匹，这已经很吓人了，对不对？再往上 ，L55 装备的是一台手工打造的 4.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马力提升到469匹。但最顶级的还得是 SL63 SE 性能版，它把那台 V8 发动机和插电混动系统结合在了一块，结果综合马力直接飙升到805匹。作为一款软顶敞篷，从0加速到60英里每小时只需要 2.8 秒，这个数据真的堪称恐怖了。奔驰 S 级轿车起售价117750美元，可以说是整个奔驰家族的技术风向标了。只要是新技术，甭管多高级，基本都是先在 S 级上亮相，过几年再慢慢下放到其他车型。就拿现在这代来说，后轮转向是标配，还有个翼检 Active Body Control 主动车身控制系统，这悬架能提前扫描路面。过弯时车身还会自己倾斜，简直聪明的不像话。内饰就更不用说了，连民航客机的驾驶舱在它面前都显得有点简陋。后排还能选装行政独立座椅，带小腿托，坐上去那叫一个享受。要是你对环保也有要求，还有插混版的 S580E 可选，豪华和纯电续航都不耽误。这车后排坐的都是什么人？各国元首、大公司 CEO、外交官，你懂的。光隔音材料就用了200多磅，高速上跑起来，车里比你家客厅还安静。只要你坐过一次它的后排，就会瞬间明白，为什么70多年来奔驰 S 级一直是豪华轿车里的老大哥，根本没人能动摇。AMG GT 是奔驰旗下的一款跑车，有双门和4门轿跑2种版本可以选。入门款双门版是 GT43， 配的是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有416匹。再往上到 GT55 就换上了 4.0 升 V8 发动机，马力提升到469匹。GT63 更猛，把这台 V8 调到了577匹马力，而最顶的 GT63 SE 性能版还加入了混动系统，综合马力直接飙到805匹。
0-100加速只要2.7秒，真的快得离谱。奔驰在这台车上坚持一人一机的传统，每台 AMG V8 发动机都由一位技师全程手工打造，完成后还会在发动机上签上自己的名字，挺有仪式感的。最顶配的 AMG GT 价格不菲，差不多能买4台 Gela SUV， 但论速度和驾驶感受 ，Gela 真的没法比。它的极速能冲到200英里每小时，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G 级就是大家常说的大 G， 起售价是148250美元，这是 G550 版本的价格，可以说它是奔驰家族里最经典、最具有辨识度的车型，没有之一。从1979年到现在，大 G 的设计基本没怎么大改过。方盒子的军用造型，3把差速锁 ，AMG 版本侧面伸出来的排气一眼就能认出来，而且常年抢手，想买还得排队。新款 G550把原来的 V8 发动机换成了 3.0 升涡轮增压直列6缸，动力一点不弱，有443马力。而 AMG G63还是坚持用手工打造的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，能爆发出577马力。对了，现在还有纯电版的大 G 叫 G580，起步价大概162650美元。到了超豪华这个级别，迈巴赫 GLS 起售价178000多美元，可以说直接把普通 GLS 拉到了接近劳斯莱斯的档次。双色车身，迈巴赫专属的镀铬格栅，一看就不一般。后排行政座椅、按摩、腿托、折叠小桌板全给配齐，配置直接堆满。中控台中间还藏了个冷藏箱，专门用来冰箱冰杯，仪式感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这车还配了专属调校的空气悬架，车内隔音效果绝了，坐进去你根本感觉不到是在开一台 SUV， 简直就像待在一个移动的豪华包厢里。压轴的大佬登场了，迈巴赫 S 级起售价203500美元，这绝对是你能买到的最贵的量产奔驰，直接跟劳斯莱斯和宾利掰手腕。这车的精华全在后排头等舱级别的独立座椅，靠背还能调节，车上能摸到的地方不是能加热就是能制冷，全景天窗的玻璃亮度也能自己调，再加上柏林之声的高端 3D 环绕音响，迈巴赫 S 级根本就不是设计给你自己开的。你就舒舒服服窝在后排，让司机来操心路线，自己端着银杯抿口香槟，琢磨下一笔生意怎么谈就行。就连后门都是一键自动关的，到了这个价位亲手关门不存在的，太费劲了。买一台迈巴赫 S 级的钱，在不少城市都够付套房子的首付了，但房子可不会给你按摩，也没有专属司机位呀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奔驰全系车型的盘点，从43000美元的紧凑 SUV 到20万美元的移动行宫，奔驰在豪华车领域的覆盖广度真的没几个品牌能比。如果你们还想看我们拆解其他品牌的全系车型，评论区里留下品牌名，我们安排。看到这儿的朋友别忘了点个订阅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这种车型全解析的内容。